Hello，大家好，这一期我们来看这位上单绝活哥的一个天使兑现情况。像这局为什么会选择天使来打呢？他平时是玩剑姬的啊，然后这里面因为对面是塞恩，所以选了个天使。其实如果说你们觉得对面玩肉的话，你可以尝试玩天使来兑现。像对面如果玩什么奥恩啊，或者说塞恩这种啊，你就可以拿天使去跟他对线啊。天使完全不怕，你就老老实实上去吃个线什么的，对吧？这里的话最好还是学 E 啊，天使学 Q 的话容易被这样子打。对面已经没了是吧？这把佛爷哥100%是会来抓这边上路的。这局大招得留个关键时刻用。这塞恩想卡线啊，那闻到兵线了，不怕。其实他现在很急，你知道吧？因为他这个兵线的话推过来很麻烦。这个线如果推过来会卡很久。对面想来抓就让他抓呗。现在塔那么痛，控制一下血量，不能被对面太低。前期的话，天使这个英雄就是弱势的，但随着等级增加，是吧？天使这个英雄后期的时候就很变态了。对方想强行把兵线推进来。玩天使的话前期的话就一个字怂，塔皮让他吃没关系。他想干嘛？他想送死流，直接上引燃，那还能收个人头，爽吃。抽象，这种就是对面太急了，就是很多事情他都不经过脑子去考虑，不考虑后果。这样的话，他还得亏兵线。对面塞恩开大招过来，佛爷哥在这附近，赶紧的往后退，直接想回家，直接可以选择回家，得假装走，利用这个迅捷步伐。是吧？打一打那个，回复一下那个蓝量和血量就够了。对面想单杀吗？这局的话，九和哥说了他的剑姬被ban了。维古斯过来，不会被反杀吧？这里的话，这样的话肯定是得送呀。没想到没送掉，还行，直接回家，直接拉扯对方。塞恩这样玩的话，其实挺恶心的。像这种送死流其实很夸张的，不太建议玩所谓的送死流塞恩，有可能玩着玩着人家叫做送死推塔流，你叫什么？你叫纯送死流，你知道吧？所以的话没关系，就恶心对方。对方打输出，你就直接是吧？二技能给自己回口血。这里的话，对方有点受不了了，但绝活哥也受不了了。怎么对面这么肉，打不太动啊？因为塞恩的话，他是清兵线，清的越多，然后就是他那个被动就会给他更多的生命值。
对面塞恩的话，可能第一件会选择做星之钢，开大直接上线了。现在天使前期是真的完全没伤害，伤害特别低啊！他这里面的话是选择带了日炎啊，就是猛推塔是吧？猛推兵线，想尝试先把第一座塔给拔掉先。前期就没有太多什么看头了，我们看一下后期吧，就等吧。完了 ，A 着自己快残血了。知道天使有多弱了吧？前期。不过还是那句话，天使这英雄没办法，他现在就是整体来说，装备没有3件套真的打不动人。这里可以看到连他的盾都打不掉，所以这里面可以看到推荐出装的话，他第一件是第二件直接是做了这个破盾啊，因为对面护盾多，那破盾的话，这件装备做出来就是有性价比的。但这局的伤害应该是挺多的。慢慢的随着等级上来以后，对方就完全打不太过了。又 TP， 好恶心啊！连塔都摸不了。佛爷哥在这，来吃个果子，也没果子吃，那直接回家吧。两边的话会是互换资源。这医学塔是完全守不住了，不过对面拿了先锋，其实中路一塔他们也应该很容易拔掉的。像这种情况就可以多帮一下队友，去中路清线，守中路塔就好了，不要让他们把中路一塔给拔了。这伤害还能比射手高，不错了。这波的话已经拉满了，闪现再去跟的话就完全没必要了，毕竟是1打2，对面是有个猫咪的。这里的话直接拆，塞恩直接去下路了。对面没人过来抓的话爽吃爽拿1座塔。吃完兵线，没有野怪不然的话可以直接回去就做那个，但回到去的话应该也是全够了。这里面他第3件选择做破剑者，抽象吧。不过说实话，他这么出装还是有点说法的。其实这种玩法就是因为天使这个英雄他前期没强度是没办法的，但他后期强度的话又够了。那这个过程中呢，如果你把天使拿来当做那种功能型的玩法去玩的话，就他的出装偏功能型的话，那他后期他其实也不差直接伤害的，我跟你说。就是这么抽象，不过爆发肯定没有说那种纯输出流的爆发高。直接拆这个塔，对面杰应该是没有大招
别人的天使都是说着的啊，他的天使啊是吧？一往无前。像天使就完全没必要出羊刀哈。但不得不说，羊刀也可以出，不是不能出。天使这个英雄，可能性都很多。只要就是到后期，只要能拖到后期，天使出什么装备都有可能性。我这么跟大家讲。对的话，直接来带线。马上13级，13级的话就无敌了。这波龙的话还是要过去的。不要这个龙的话，就续不上那个龙魂了嘛。不着急，还是先稳稳的清个线。然后队友感觉不太行了，大招过来直接打输出，闪现再拉开，队友已经撤了，但队友又进场了。这个中单的话，感觉不像个人类。这里赶紧要刷资源，他们应该在打龙的。塞恩直接过来了，那就直接走。但天使的话，他这套出装哈，就他这套所谓这套出装是针对性的玩法啊，不是说遇到人都可以这么做哈。天使这个英雄打战士，说实话，我不太建议在这个版本打战士的时候去选天使。打肉我觉得是可以的。啊，队友全送了，完了呀，出大事！这波得回了，队友在浪。火叶哥过来，直接没打算上。队友这样送的话，必须得回家守塔，因为高地外塔可以掉，但高地尽量不能掉。对面又直接拿大龙了。这时候的话，像到了这个11分钟以后只要打野那边没什么太大意见的话，还是可以赶紧吃野怪，因为后期打野频率是比前面高的。现在就是我感觉只要为什么我会选择让大家去玩大树这个英雄？因为大树就算有没有大招，它的控制都是很足，只要保证自己的血量健康还有蓝量的话他然后队友的状态 OK 的话，就是能去打这个团的，就打完一波团还能再接一波团。而且大树这个英雄他的被动还是挺赖的，出了狂徒以后，他那个吸血量是吧？然后回血的状态，还都是 OK 的。对方交闪的话，就直接走就好了。队友又打起来了，这里的话直接交大招，锁定对方的射手，打输出就好了。对方有一些伤害是被天使的大招给吃掉了的，所以有时候这个天使的大招没必要说放到后面，就是前面进场的时候直接给大招，对面一慌阵容就会乱，你知道吧？这个时间点的话，你如果能吃到对面的2、3个伤害的话，是赚的。对方的话没大招了。这霞的话这个劫的话，很轻松的收掉。
像这局的话，因为队友伤害是够的，只不过没什么前排，所以只有一个人马前排的话，那这个时候他可以在那犹豫，再选择出装，选择做破败，就是双吸血的一种玩法。因为那个攻速的话，确实可以看到是没什么攻速的。有了这个破败的话，有攻速，然后有个全能吸血，对天使来说还是混伤嘛，因为天使的平 A 是直接混伤的，还是可以的。位置很健康，第一时间，但他第一时间一直在打塞恩呢，离谱。一个 Q 破甲，哎呦，快要被追死了。可以直接去拿大龙，拿完大龙的话，待会可以推进，看看能不应该是可以一波的。这个大龙的话，而且你可以看到，他出了那个破剑者以后，有一定的坦度哈，不会说一下子就死了，起码血量是能接近3000的。这里的话，破败可以做出来了。这一波的话不能回，对面杰是打不过，有大招完全可以虐这个杰。对，这个杰已经没了，甚至待会可以开着大招冲上去。这就是天使，直接大招，对方无语了。那这波的话，应该可以直接一波了。拖到大后期，确实天使这个英雄挺赖的。好，那这局的话就到这了，这期也就到这了。欢迎大家的收看了，拜拜。